越过现实的海，抵达想象之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域。今天我们将穿过星际之门，回到公元前210年的骊山北路，去看秦始皇陵刚刚建成，地上宫殿与地下帝国即将被永久封死前的最后一夜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出发吧。星际之门的光晕在夜风里消散。我们现在站在秦始皇陵内城北门的阙台上，脚下不是废墟，而是一座刚刚完成的帝国陵园。成排火把沿着城墙一直延伸，正前方巨大的封土压住整片夜色，像一座人工造出的黑色山岳。封土北侧，宫殿群灯火通明，朱黑旗柱在火光里发亮，屋檐下挂着长长的薄帆。远处宫门、甬道、台阶层层对齐，所有灯火都朝同一个中心收拢。这里不像墓，更像一座还在运转的都城。台阶下，一队披甲守卫正无声经过，甲片摩擦得很轻，他们没有抬头，只朝着寝殿方向走去。我们也顺着他们的方向，下到这座死后工程的第1层。走进寝殿前，空气里的味道变得厚重起来，木梁上的黑漆还带着新刷过的油亮。朱红柱深反着火光，地上铺着干净的席纹，连石板缝里都没有尘土。供案上摆着漆盘、玉器、铜壶、酒器和刚撤下的祭肉，宫灯一排排点着，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抬头看，梁架层层压下，金饰在暗处微微闪动。低头看，火盘里的光贴着地面流过去。侍从和祭官低着头穿行，没有人敢大声说话，因为在这里，死亡并没有取消皇权。秦始皇只是从地上的咸阳搬进了骊山下的另一个咸阳。殿门外低沉的鼓声响起，下一道仪式已经开始，所有人都朝更深处的便殿聚去。便殿里比寝殿更冷，这里不是宴饮的地方，而是处理死后政务的地方。祭案排列的极其规整，竹简、封泥、铜印、漆盒分门别类放着，仿佛明天早上仍有人会进来奏报天下事务。案面上还有未收起的木牍，旁边压着小小的印玺和铜权。墙边站着一排低头的官吏，他们身上的黑衣被火光照出暗红色，有人捧着文书，有人捧着符节，有人把最后一批随葬清册交给掌事者。每一件东西都在确认，皇帝到了地下，也仍然要有百官、军队、车马、府库和山川。忽然，殿外传来木轮碾过石面的声音，一批沉重的铜器正被运往封土方向，人群自动让开，我们也跟着那条火把长龙离开宫殿。宫殿外的夜风一下扑上来，封土近在眼前，比刚才在阙台上看到的还要巨大。它不是今天那种长满草木的土丘，而是层层夯筑的新土山，表面压得紧实，斜坡上还能看见人工拍打出的纹路，像一圈圈被压进黑夜的土了。山脚下工匠、义夫、军士、机关分成不同队列，谁都不乱走，
铜器被抬过来，木箱被抬过来，漆器被抬过来，沉重的棺椁构件和祭祀大鼎也被火把照亮。所有财富都像河水一样流向一个方向。更远处，黑暗里隐约能看见陪葬坑的边界。地下军阵已经安置完毕，只等主人进入。凤图北侧，一道被重兵把守的入口敞开着，里面没有风，只有从深处传来的闷响。我们来到墓道口，入口两侧站着披甲士卒，脸被火把照得一半明一半暗。几名工匠正检查最后的木栓和石槽，粗绳从他们手里绷紧，铜轴在石槽里缓慢转动，地面上还残留着刚拖过重物的水痕。他们的动作很熟练，却没有一点轻松。身后的寝殿仍然亮着，像活人的世界还不肯熄灭。前方的墓道黑得很深，仿佛整座骊山已经张开内部。最后一批抬香人低头走进去，我们跟在他们身后。火把的声音慢慢被土墙吞掉，墓道越走越低，头顶的世界被一点点压远。两侧夯土墙上嵌着木梁和铜剑，脚下石板干净得发冷。排水沟里有细细的水声，在封闭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楚。走到第一道铜门前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铜门高大厚重，工匠拉动机关，铜门缓缓张开，沉闷的摩擦声在墓道里来回撞击。里面出现的不是墓室，而是一片地下宫观，廊柱、台阶、宫墙、供案、仪仗全部按照活人工程的秩序排列。秦帝国没有把皇帝埋进土里，他是在土里重新造了一座朝廷。队伍穿过门洞，进入更安静的深处。墙边排列着随葬器物，青铜鼎、玉璧、器箱、兵器、车马构件，密密麻麻延伸到黑暗里。玉器靠着铜鼎发出冷光，长戈和车轴整齐摆在架上，像随时能被重新取用。单看向兵勇军阵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后世常见的土灰颜色，而是通体湿彩，朱红青绿。再看近处，每一尊兵勇都不重样，眉眼神情气质各异，像是照着真人塑成。越往前走，空间越不像坟墓，越像一个被冻结的咸阳。可这种整齐反而让人不安，因为它太完整了。廊道尽头，几名工匠正在最后检查墙内的弩机，弦已经绷紧，箭头藏在暗处。我们继续向前，脚步不自觉放轻。墙面上看不到明显杀意，但每一道缝隙都像藏着眼睛。木栓、铜轴、石槽、暗孔，把整条廊道变成一台沉默的机器。低声报完数，旁边的军士没有回应，只把手按在剑柄上。有人把最后一枚铜箫插入机关，我们听到复杂的机械声音。前方忽然泛起一层不正常的荧光，我们终于看见地宫最不可思议的部分。随着最后一道石门被打开，地面开始向下展开，那片荧光越来越亮，像一条河在黑暗里流动，不像火也不像水。脚下不是普通地面，而是一片被人工切出的山川地理。银色的水银在沟槽中缓慢铺展，像百川入海，又像天下版图被压缩进地下。火光照上去，反射出冷蓝色的光，
整个空间都像被金属雾气笼住。远处有岛屿一样的台基，有山岳一样的起伏，有江河一样的曲线，沟槽之间还分布着宫阙、兰台和细小的堤岸。越往里看，越分不清这是墓室，还是一幅被做成实体的天下图。抬头看，穹顶上布满星象，细小的光点和水银反光互相回应，仿佛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天下在中间，而皇帝要躺在这套宇宙秩序的中心。再往前，只剩中央那片黑暗越来越近。中央棺椁沉在最深处，它没有喧闹的装饰，却比所有监狱都更沉重。周围是水银江海，头顶是人造星空，四面是地下工程，远处还有寝殿、城墙、军阵和陪葬坑一层层围住它。那些从地面带下来的铜器、玉器、车马、文书、官吏位置和守卫机关，最后都指向这里，向整个帝国把呼吸收束到一个中心。到这里才明白，秦始皇陵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奢华，也不是机关，而是他想把整个世界完整带进死亡，倾尽天下之力，对抗时间的流逝。这种企图将瞬间化为永恒的执念，气势恢宏到了极点，却也透着一种终极的孤独。在这片依旧翻滚的银色海洋中，只有那流动的水银声，在为这段逝去的伟大与狂妄唱着最后的挽歌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